在不久前发表在克里姆林宫的一篇文章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历史和种族上的统一性。文章中，普京表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是古罗斯的继承人。乌克兰这个词从档案资料来看，指的是确保外部边界保护的边境服务人员，而在古俄语中，乌克兰也有郊区的意思。普京还在文章中说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传统。普京还特别提到语言亲和力的作用。普京举例道，在17世纪初，莫斯科公国的居民会称来自英联邦的俄罗斯人为他们的兄弟，尽管他们在口语上略有不同，但书面语言是完全相同的。更何况，许多流传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都是用俄语写的。这些文化遗产难道还要分配吗？当然，普京随后表示，他没有过分理想化。几十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发展，曾经也是天然的互补的经济伙伴，有着令欧盟国家羡慕的亲密关系。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有了强大的基础设计、天然气运输系统以及各种先进的武器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工程学校。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留给他的宝贵遗产。然而，这些曾经让乌克兰自豪的东西，在不过10年的时间就落寞到不能细看。在未爆发疫情前，乌克兰的人均 GDP 还不如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人均不到$4000的 GDP 稳坐欧洲最穷国的宝座，这怎么能不叫人心痛？然而，能说这是乌克兰人民的问题吗？不是的，乌克兰人民是勤奋的，是聪明的，不然当初怎么会让苏联寄予厚望？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成就？难道一解体，乌克兰人就变得懒惰和愚蠢了吗？都不是。普京很直白地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乌克兰政府的无能和贪婪导致的。他们在西方许以重利的诱惑下，低价便买国有资产，甚至连核武器都能卖。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那么多年辛苦出来的成就。普京在文章最后强调，俄罗斯并不想和乌克兰自相残杀，乌克兰只有和俄罗斯合作才能真正拥有主权，并承诺俄罗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反乌克兰，俄乌应该有兄弟一般的关系。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普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感情牌、利益牌都用出去了，甚至还做出了永远不会反乌克兰。按照正常国家的思路，即使不能有合作，但至少会缓和一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偏不，对普京的示好不屑一顾。对于普京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兄弟一事拒绝同意。顺带说一句，泽连斯基是用俄语来表示其拒绝同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是兄弟般的人说法。有国际观察人士就犀利评论道，乌克兰就像是一个需要喝酒的酒鬼一样，拒绝俄罗斯的理智之手。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侵占其领土，选择站边美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俄罗斯示好之时还如此有个性，这并不是个清醒的决定。在乌克兰隔壁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乌克兰必须明白，并不是只有憎恨俄罗斯才是对乌克兰好的，和俄罗斯保持一个较为和谐的关系，显然是最有利的选择之一。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仗着有美国的撑腰，居然开始同时叫板中俄。就在几天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一次演讲活动中，居然对中国口出狂言，声称要与美国一起保卫台湾。同时，还有一些激进分子喊话俄罗斯，表示他们要用武力夺回所谓的北方四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某些政客们仍然是贼心不死，而且军事野心还在不断膨胀，这必定会加剧地区紧张的局势，也会给亚太各国带来安全威胁。因此，日本的这种做法必然会遭到中俄的坚决反制。据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近期解放军将在黄海部分海域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此期间，为了保障安全，任何船只都不得进入该海域。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军演，可以看作是对日本近段时间挑衅中国的一种反击。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做出了相应的动作。据俄罗斯报道称，俄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一场演讲中表示，希望与日本签署一项旨在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协议。该协议会保证双方在未来就经济、人道主义领域和外交等各方面加强合作。不过，拉夫罗夫随后又话锋一转，声称这一切的实行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日本无懈在南千岛群岛的主权问题上和俄罗斯有所争议。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俄外长这一招看似没有任何威胁，实际上却给日本抛出了一个大难题。一方面，俄罗斯主动提议签署协议来缓和两国的关系，其实是想给日本一个台阶下，在加强俄日经济合作的同时，还能解决主权问题的纠纷，可谓是一举两得。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抛出的橄榄枝日本拒绝接受，那俄罗斯接下来采取的一切威慑行动都可以顺理成章，也算是对日本先礼后兵了。最后我们想说，日本在做出同时挑衅中俄举动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被两国联手反制的心理准备。现在继中国发出军事威慑之后，俄罗斯又给其出了一道难题，
至于日本是想继续与美国为伍，忍受中俄联手打击的风险，还是与中俄化敌为友，寻求合作以及发展，这一切日本真的要好好想想了。据环球网消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最近终于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欧非访问之旅，正式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开启第二阶段的印太地区访问之旅。不过谁也没想到，在这眼看就快要到达终点南海的时候，却突然爆发了疫情。据悉，在截至英国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这艘航母编队的7艘护卫舰艇中就有4艘都爆发了新冠疫情，甚至就连这艘航母本身也有不少士兵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大概统计下来，感染人数起码已经超过了100人。按照英国媒体的推测，这些感染者应该是在6月底的时候感染上疫情的，因为按照潜伏期来说，半个月被检测出来正正好好。而英国航母正好也是6月底在柬埔寨休整，当然已经感染上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如今防疫还是重点需求，那么在这种时候，英国会放弃前往南海专心防疫吗？对于这件事儿，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表示，英国还要继续航行，不会改变原先的计划。也就是说，英国航母还会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南海甚至印太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之间的演习也不会有变化。说实话，英国航母来南海的目的无非是2个，其一，借这个机会向美国表功，好加深美英关系而已，顺便还能扬一下英国曾经作为海上强国的威风。这一点从英国来南海还非要中途经诸国国家进行交流就能看出来。但是如今这艘航母在前往南海的路上早已经状况百出，千里迢迢的奔袭，结果却直接在半路上表演色连跪。比如此前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母编队中，担任护航任务的4-5型驱逐舰钻石号，就在进入苏伊士运河前，由于技术故障不得不被踢出了队伍。就了解的消息来看，这艘舰艇很有可能是燃气轮机发生了严重故障，以至于必须更换机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是停航维修，反而是直接踢了出去。而且在这之前，原本在黑海挑衅俄罗斯的卫士号会在挑衅后和伊丽莎白号会合，然后一同到南海来，结果却用维护动力故障趴了窝，只能掉头返航。而在最近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护航的肯特号护卫舰，此前突然发生了一起水兵丧命事件。最后不说这一系列多灾多难的经历，不仅没有重振雄风，反而只能让人看见英国的落魄和衰败。就是疫情这个大头，英国想要继续和其他国家进行演习，估计也只能不断的被拒绝。毕竟疫情没有谁能招惹得起，而这样一来，英国想要表功就更是不可能了。如此一来，英国到南海的目的算是功亏一篑了。澳大利亚一直都是美国的忠实追随者，总是被美国当枪使来对付中国。据环球时报报道，在澳大利亚海域，美国联合了澳大利亚、日本以及韩国等多国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被命名为护身军刀2021。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护身军刀2021演习开始之际，一艘来自中国的电子侦察船突然现身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亚方面的高度关注。据澳大利亚 ABC 新闻网14号报道，澳大利亚方面正在密切监视跟踪一艘来自中国的电子侦察船，并预计其将在军演附近对此次演习进行情报搜集，并声称这艘侦察船是中国海军天王星号电子侦察船。澳大利亚媒体还特别说明，预计此次中国天王星号电子侦察船不会进入澳大利亚海域，只会在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带进行徘徊和侦察行动。此次护身军刀2021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被称为澳大利亚最大规模的作战演习，除了美日澳韩4国以外，加拿大、英国、新西兰也都派遣了军事人员参加，法国、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作为观察员也出席了此次联合军演。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声称，澳大利亚对中国侦察舰高度戒备，时刻关注其动向，并声明此次联合军事演习不会受到干扰，会继续正常进行。据分析人士指出，美澳对于中国天王星号侦察舰的出现并不意外，在之前的几次美澳演习中，中国侦察舰也曾出现过，所以这次出现也在情理之中。澳大利亚想要赶走天王星号也非常困难，毕竟中国军舰没有进入澳大利亚领海，如果使用武力强行驱逐，引起冲突的可能性暂且不说，在行动方面就相当于打了西方的脸。
毕竟西方一直以自由航行为借口在中国南海挑衅生事儿，况且在经历了黑海与俄罗斯多次博弈之后，西方也不敢采取过激举动。毕竟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是世界军事强国，过激的举动很可能造成双方军事冲突。澳大利亚目前并不敢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美澳等西方国家刚刚结束在欧洲围堵俄罗斯的黑海多国军事演习，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亚太进行新的演习行动，恰恰证明了他们才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为了维护美国以及西方的霸权利益，制定所谓的亚太战略以及航行自由的借口，不断围堵挑衅中国，意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前的数次演习，澳大利亚也曾拿中国电子侦察舰大肆炒作，殊不知真正威胁世界和平的就是他们这些频繁军演展现肌肉的国家。中国不像美国和西方，中国的崛起完全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也是大势所趋，中国不会寻求称霸世界，但中国也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围堵中国的计划终将破产。